來，我們來打個招呼吧，夢姐。哎呀，巧克力也來了呀！還有一個小伙伴，小伙伴嗎？這你能告訴嗎？還有一個 muscle dog， 哇，黑皮也都来了，来助力我们今天的開播。好黑啊！那我們5位帶着我們兩位，然後我們7位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來，夢姐。Hello， 大家好，我是夢子義。嗨，大家好，我是何宇。哇！嗨，大家好，我是黑皮。嗨，大家好，我是小巧。來，这是一個。好，我是振西。来，帥奇。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帥奇。Hello， 大家好，我是賴偉明。感覺大家真的很簡短的介紹，要不要說一下這次的角色呢？叫什麼？以他的大概的身份，給我們提前了解一下，進入一下我們百花殺的世界，好不好？夢姐這次演的是誰？我演的是沈西河。你怎麼有點近了？你往這邊近了。我演的是肖華庸。好，來正熙呢？是肖長青五哥。我們帥氣特演的是誰？顧舒林。那肖長營。怎麼一開始他就是這麼怕劇透嗎？連這個角色和大概的身份都不願意透露。這樣吧，主要是我們就是直播結束以後，大家就可以在騰訊視頻觀看了。然後呢，我覺得就是我們就是先那個再藏一藏，反正馬上就知道了。好，知道為什麼夢姐說再藏一藏嗎？因為我們這部劇一開始就不簡單，大家各有各自的身份，然後有很多多線並行的劇情，所以真的是很好看的劇。那這樣吧，我再替我們這個直播朋友們再追問一下，這樣我們再讓5位詳細的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角色，好不好？來，夢姐，我們來一一解鎖一下這次的角色。完全沒事兒嗎？如果用2、3句話來介紹一下這次的角色的話，比如他是什麼身份，他要做什麼事情，在不劇透的情況下，比如前6集的劇情裡面，他是什麼樣子的呢？首先我覺得就是我飾演的沈西河呢，就是他有一個非常離奇的經歷，然後呢，就是通過了這個經歷以後呢，就是他就是整個人性情大變，然後呢，就是他是一個就是喜怒不形於色，然後就是比較冰山美人的這樣的，就無論是之前就是他之前性情大变之前的那这个不能說的太，其實可以說的挺詳細的。就是他以前作為顧青之的時候，他其實就是一個那種清清冷冷的高門貴女。那後來他又作為沈西河以後，就是也改變了沈西河的性格。然後呢，他其實就是一個心中就是可能有很多，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本身是一個冷血冷情的人，所以在一開始就是他愛上肖華庸之前，他其實是一個就是愛情就是也沒有什麼太多憧憬的一個這樣的女性角色，就非常非常不愛腦。她應該是我演的角色中最不令愛腦的一個角色。昭寧劇對不對？冰山的形象在後面會有很大的，但是牽扯到劇透，大家可以看一下。對的，它不是那麼一直冷冷的哦。對的，其實我就所以啊，這人吶，這一旦墜入愛河，那變化可大了呢。熱情。愛情讓那個融化了冰山。所以這個我們一開始的角色其實是昭寧郡主嘛。那其實剛剛夢姐說這個大概心理或者這個身份的轉變，其實在一開始第1集，因為我提前也跟媒體們看了片，真的很精彩。第1集就是有很多的信息量出來，讓你不得不就是跟着這個劇往下走，就知道後面到底要發生什麼。第1集其實就有一個身份的變化，對吧，夢姐？對，因為我們節奏非常快，對。就我們之前就是在讀本的時候就說，天哪，怎麼感覺就是每天都發生好多事兒啊？然後呢，包括第1集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基本上全員好像都登場了。對。其實剛剛我們看到我們評論區好多人問，為什麼這個夢姐和何宇會今天在同框裡面？這不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嗎？因為今天兩個狗不相親是嗎？太開心了我手機也丟了，只能蹭夢姐的手機了。一定是特別的緣分才今天一起同框，對不對？好，那剛剛夢姐也說了一下，
昭宁郡主这樣的一個角色，那其實你覺得他角色跟以往是有不同，對不對？這次你覺得他，你說？其實我覺得蠻不同的，因為其實我演的古裝居多嘛，當然我們後面也接現代戲了，就是為了就是覺得自己演的古裝確實有點多了，然後其實也是想要區別一些同質化的問題，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次飾演的沈西河對我來說也是個蠻大的挑戰。其實他和我以往飾演的性格其實蠻不一樣的，因為他是最高冷，然後呢就是城府應該也不算最深，因為我感覺我演的城府都蠻深的。反正他就是一個最高冷，然後我覺得在我心中就是那種西河女王般存在的人物，杀伐果斷。其實我想問一下我們其他4位啊，像我們其實包括我還有很多我們直播間朋友們，其實看過夢姐的好多角色，但是這次角色真的有沒有覺得跟之前很不一樣，而且跟夢姐本人好像沒有那麼像？夢姐可能就是心思比較單純，但這個角色真的超級不簡單，而且有一個外號叫做雲邊執棋者，他是個下棋人。我們4位演員有這種感受嗎？就是合作起來，就看完這個劇本之後，何老師。首先西河他是一个是你何老师，叫我小何就好了。咱们里面就有女性叫我1000就好了。那个首先沈西河一个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麼，然後我覺得對於沈西河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個主導權的一個人。所以肖華兄非常非常的那個珍視和欣賞，還有尊敬沈西河。鄭軒老師有覺得這次夢姐的這個角色其實跟以往其實有很多不同嗎？是。那個其實我應該有特別發言權，因為之前有演過一集花梨的藝人，這個角色他跟花梨完全是兩種性格，包括不一樣的兩種性格，包括我在跟子怡的合作當中，我會覺得沈西河和我當時見到花梨完全是兩個人，他更真實，更有魅力，更有張力，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各3-4年的過程當中，我看到子怡的成長。其實，在現場的每一個眼神、每一句台詞，和我對戲的過程當中所表達出來的感覺，我其實還蠻欣慰的。我看到他飛快的成長，對，然後那種感動，時不時讓我眼眶會有一些濕潤，對。我很開心，他能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成就，我真的為他感到高興。對，然後就是因為百花殺當時的時候，我看完劇本以後，然後呢，我當時就有就是也知道何宇來了嘛，然後後來的時候我就問說，那就是蕭長青這個角色，我說你們準備找誰啊？他們說西哥，然後我當時也就是說好合適，後來他們說西哥 OK 來了，然後我說太好了，我當時就給西哥發信息，我說很開心你能來，同樣開心的，我們的帥氣這次也參演了，對不對？帥氣這次跟夢姐合作，知道這個角色之後，看起來跟以往角色，你覺得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嗎？這個角色給大家推薦，就合作起來之後。這個角色就是對於我步書林來講的話，沈西河其實是幫助了我很多的，就是他真的很聰明，所以我在步書林這個角色的每一個關鍵的一些點，全部都是沈西河在幫助我，然後給我找到了方位該如何走，所以這個後續就能看到我們的劇情全都是他在幫我，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很聰明。馬上就跟大家見面了，我看過之後要好好追一追。小明呢？小明可不可以把耳機取下來啊？感覺有點雜音呢。是有雜音是嗎？可以拿下來，我覺得沒關係，也說得清楚，聽得清楚的。好，這樣我們清晰多了，我們就沒有雜音了。好的，我們可以把耳機聲音調到最大哈。好，小明也講一講吧，這次夢姐的角色給大家推薦。其實我看完片覺得這個角色真的跟以往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你也看片了？從哪看的？你在哪看的？腾訊視頻。來，我說吧。我覺得夢姐很好吃。夢姐這個角色跟之前的角色差別很大的一個點在於，我覺得夢姐之前的角色沒有那麼多的力的那一面，就是鋒利的那一面。但是這一百花殺沈西河這個角色給夢姐的，因為她自己也說嘛，她感受最深的就是她這個角色演得很爽，
所以他可以盡情的去釋放自己的囂張，釋放自己的那個鋒利的那一面。他也經常就是在現場就是瞧不起蕭長營啊，然後就懟蕭長營，懟天懟地，懟所有的皇子，懟所有人。所以我覺得夢姐這個角色跟之前的角色不太一樣的一個點，就是在於她的鋒利的程度不太一樣。鋒利的程度不太一樣。好，我們剛剛4個現代人都已經說了一下這個跟推薦了一下夢姐這個角色不一樣的地方。來，我們全場唯一的古人夢姐，現場有4個角色，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說你們4個人什麼關係。你選擇2到3個人說一下你的角色跟他的角色這個錯綜複雜的關係，然後吊大家胃口怎麼樣？就是我和宇少嘛，其實這是我們倆就是第2次合作。然後呢，当時的時候就是我有跟宇少講，我說你來嘛。然後沒有，你說來吧，我說好的。對，沒有來嘛那個啊。對，因為當時的時候就是我和宇少發信息，其實我們當時是就是在網上有看到人傳這部戏是我們倆。對，當時叫对東風信。对，然後呢我就截圖發給他，然後宇少就說這是什麼？然後我就說我的劇，我說來嗎？他說來，就是一切就是因為我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對。然後我們在1搭的時候就特別特別開心，然後呢，所以這次2搭呢，就是也是其實我们也沒有想到，但就是在拍攝的過程中也非常非常的開心。然後呢，我覺得宇少非常適合這個角色，就是他平時雖然看着就這種慢慢的，但他其實演的是那種茶的。然後呢，我覺得對他的表演也是一個就是突破，而且我相信這次一定截不出來他搞笑的圖了，因為他真的很帥在裡面。咱話不說那麼滿，萬一呢？好，聽到了我們這個沈西河和這個夢姐的認可，說明確實有那麼幾分姿色的啊。對，很帥他這次。然後呢，就是我每次在現場的時候，我這個戲就有點臉盲，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在現場的時候我也認不出來他，因為我覺得很帥。可能那個以前給夢姐的印象也比較深刻，然後給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不是，就是而且我最重要的是，就是我的身邊朋友我都不認識河語的，他發表情包發的是河語的，我說你知道發的是河語的嗎？他們不知道，我都笑死了。他這也是一種那個有感情的互動，用那個。對，但我覺得這次不會有了，因為他在裡面就是無論是從就是表情控制和戲劇的就是張力的把控，我覺得都很棒。其實我在演的時候看夢姐的反饋。如果說是那種捂嘴笑的，應該是有點問題了，然後我自個兒會收一收之類的。對的，而且就是宇少在裡面，就是因為他有一些就露身材的戲，然後他就是會精準的控制飲食，然後就是有一場為了一場就是那個現在應該可以說了，可以了，就為了有一場我們倆就是這個沐浴的戲，對，有片段已經出來，對，他2個月就是都沒怎麼就是好好的就是吃那些大魚大肉。然後呢，並且在當天的時候，他都不敢喝水，反正就是我2天沒喝水，很卷。然後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就是看到我們河語的努力，然後呢，就是让大家一起期待這個戲。然後呢，西哥其實就是我跟西哥也是2搭，對，所以這個戲真的很開心，因為全都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後很熟的人。然後其實之前在演《花琉璃異聞》的時候，然後當時的時候就是西哥。因為他就是這麼多年來，他都是非常成熟，然後演技非常好的演員，所以其實《花琉璃異聞》呢，他有給予我就是很多就是讓我就他經常會給我一些，就是我們倆的戲非常能搭得上，就經常我看到他的臉，然後呢就會被他帶入，然後到這個蕭長清以後，就是因為我們倆的這個關係，他是前夫哥。對，但是因為我是換了一個馬甲嘛，所以我就是一定要裝作我不認識你，但是他有認出來我，所以其實我倆的每場戲就是他基本上都是含着眼淚的，然後呢，而且就是還有很多很多的爆發戲，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挺難的。对，就是他跟我就沒有開心的戲，他每次來找我，就是我都是就是一頓就是拒絕，然後說不認識你，快走。對，然後就是說他什麼的，然後包括最後就是他也就是為我做了很感動的事情，然後就是幫助了我的事業，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因為對真的很好，然後最後他還死在我懷裡。他有注意到會不會說太多？當然那個就是河語也死了，但是不知道好，不能再說了。
夢姐不能再說了，看吧。你看梦姐在我们直播间如此实诚，跟这个剧中那个郡主完全不是一个人，真的，郡主超级有心机的，对不对？好，刚刚解锁了这个跟何宇这个角色，就是太子的这个茶的太子，以及跟郑熙这个真的死了，也不一定真的死了，还是得看剧。得看剧。我可能乱说的呢，万一没死呢？我确实是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追到那么后面啊，大家就去看剧啊。好，那梦姐解锁了2个人物和关系，我们再让那个小何宇解锁一下好不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这次角色，然后再说一下你跟哪个角色有关系，好不好？哎，那要说吗？说两句。那个，你讲啊，那个就是帅奇，其实我之前不认識他，但是我之前看过，就是他非常英气的装扮。然後呢，我覺得就是百花殺這個戲呢，就裝到特別用心，因為就是帥奇他是女扮男裝嘛，他真的給他貼的是那種男生的髮套。然後我們百花的時候夏天又非常的熱，所以他戴的又是全頭套，其實蠻遭罪的。對，然後對，這能說嗎？你跟我說的。然後他們還讓那個帥奇穿了肌肉衣。我當時看到那個，我說，哎，這不看電視玩意兒幹啥？比你練的還好，穿那個不就行了？對，然後反正就是，我覺得這個對帥奇來說也是一個就是比較突破的形象，因為他真的是全頭套，然後就是非常的英氣，很帥。哎，我真的覺得百花的顏值都很高。對，然後帥奇就是因為他那個角色就是比較可愛，比較跳脫，所以沈燁和其實只有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才是一個就是他是對，顧樹林，就是顧樹林是他就是第一個在他面前可以展示自己的一些，對，卸下那些防備，卸下那些冰山的那種感覺的，然後我覺得很開心，對，就是，然後小賴的話，因為小賴其實我們倆前段時間有一起上綜藝嘛，就也評價他很多，然後就是面對面見面，其實我第一個見的黃子是他，對。第一個見的黃子是小賴，因為你跟蹤我沒有看你。哦，是，但咱不是那個拍完就見到了嗎？對，然後所以第一個真正就是沈羲和，作為沈羲和見到的第一個黃子其實是小賴，然後呢，他有一段非常非常大戲，然後第一集就會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很帥。沈羲和跟我們各位都是有一些關係在的，我們在劇中具體解鎖。我們問一下小何介紹一下這次的角色好不好？剛剛其實夢姐介紹了好多，你再介紹一下你自己的角色，從自己的角色本身出發，你覺得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我覺得首先蕭華雍是一個暗藏鋒芒，然後是一個就是他是太子，然後我覺得自古以來太子都是非常的難做的，然後非常的命運挫折很多的一個人。然後蕭華雍呢，他又是一個神童，然後集一生的寵愛，包括父皇對他的寵愛，包括所有的 buff 疊加到一塊兒，然後他其實是一個步步為營，然後如履薄冰的一種狀態下，然後形成了對自己的保護，還有自己的那份對於家國的一些堅持。我覺得蕭華雍是一個聊的時候有點太正，你覺得蕭華雍是什麼樣的人？我覺得蕭華雍是一個把愛情親情放在權勢前面的一個人啊，很有魅力的人。名字覺得好吧？還有一顆痣。我跟你說，而且何宇他在蕭華雍裡面，我今天忘記點痣了，現在給他點上，給我拿眼線筆。我每次跟華子有關係的時候，我都會點痣，今天怎麼回事？你給他點，我不能用這個眼線。說到點痣，其實我們在看的時候，包括我和媒體們在看的時候，其實我們有笑出來耶。而且我們剛剛我們台本其實也這麼說的，說其實蕭華雍這個角色有一點點的喜劇色彩在，所以問一下那個小何宇哈，有覺得嗎？蕭華雍這個角色是有一點喜劇色彩在的，你自己有覺得嗎？他老有意思了。我覺得其實更多的，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在於，就是我們倆那個在東宮那些拉扯，大家看到後面會看到，我覺得特別好玩。或者你推完那些東西特別有意思。推哪個？就是你那個那個鈴鐺是嗎？把我推走那個。
好，後面我們先不劇透了，就不說了啊。我們前幾集其實有一個何宇這個角色，太子對夢姐這個角色郡主的一個稱呼，3個字的稱呼，我們當時聽到那個稱呼之後，我們全场爆笑。什麼称呼？什麼？就是前3集還是第4集的時候出現的，然后太子一副面孔的小狐狸吗？哎，大家不要说啊，今天就更新，可能就看得到了。肖华庸其實他一點點不好演，因為他有一個殼兒吧，就是可能會給人感覺有些油膩，演不好。但是對，然後何宇一開始他有這個擔心的，但是呢，他這次真的很清爽。我覺得其實就很真誠的去，比如說夢姐美這件事情不用演，正兒八經說就行了。然後包括肖華庸好多一些對西河的那種讚美和欣賞，其實就很真誠的去表達。雖然他的語言有些那種花裡胡哨的，但是也跟他那個博覽經書比較知識淵博有關係，所以說會用一些花言巧語的形容詞啊。然后剛才您說的那個他的幽默，我覺得建立在肖華庸一個特別跟沈星河有點像的一些志向上面和悲慘的命運上面的一些東西，是一種自我的保護、自我的調侃，所以顯現出來可能查有點喜劇。但是我們倆在東宮的那種，完全就是兩個人，就是私下生活裡面那麼多好玩了。对，我們就是因為前期其實我們還是就是那種保持那種就是自己的人設，就是我就是高冷，然後他就是那種就是表面上好像是有些輕浮。但其實他是個他也是個城府非常深的人，所以後來那會兒我們倆已經就是在處於偉大的曖昧期的時候，我就發現了點事兒。偉大的曖昧期，對，他就說偉大的曖昧期。那我也想問一下太子殿下好不好？那我們太子殿下跟我們其他像正熙這個角色啊、帥氣這個角色，還有小賴這個角色，你們的關係用一句話來分別描述一下的話，太子的角度是分別什麼樣的關係呢？什麼？跟我們其他3個角色啊，正熙老師這個角色是五皇子、五殿下，還有我們的九殿下、九皇子，以及我們的世子，你們3人的關係，從你的角度一句話概括的話，你會怎麼推薦？其實對五哥還有九弟說過一句話，我覺得我挺喜歡那句台詞的，可能也有點查的意思。我說都是自家兄弟，不必多禮。還記得嗎，哥？西哥？就是你們倆來3個人聊天，我說自家兄弟不必多禮，然後說了2遍。你自己進來那個是吧？对，我覺得那個挺有意思。其實我認為那個肖華庸對於皇家之間的這種相爭還有利益是有點特別想用自個的權勢去對抗權勢的，所以肖華庸其實比較重視自己的親情的啊。那我們就正好問到正熙哥好不好？這次正熙哥剛剛說的，夢姐說了，是有一點點每次見面都是比較苦的感覺。這次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次的五皇子的角色好不好？我們2句話來介紹一下他是個什麼樣的角色。我也要喝水。那蕭長卿這個角色表面上溫潤如玉、風度翩翩，可他骨子裡藏着很深的執念和不甘。所謂的執念就是他從始至終只愛顧青之一人，然後就算換一個軀體，他一定要得到他，然後所有是我感覺就是出身不甘、情感不甘、命運不甘，然後結局也不甘，不甘2個字，不甘，对，他從小有可能缺失的，我覺得他從小應該他們老蕭家都是情種，誰家？蕭家。蕭家，我們蕭家全都是情種，每一個都是，還真的都是。那麼再問一下布家怎麼樣？我們問一下我們的布書林啊，也是我們的鼠娘侯世子，我們帥起來介紹一下這次這個世子的角色好不好？我這次是一個比較紈絝一點的世子，因為他從小在京城女扮男裝生活了這麼多年，我覺得他的紈絝是他的一種保護色吧，就是讓別人覺得他是一個很喜歡出去酒樓喝花酒的這樣的一個沒有正形的世子，但其實身上也背負了很重的家族的這個命運在身上。然後布世子好像也算個情種吧。对，我也是有自己的那個小情呢。
不能說是小嬌妻，因为我覺得我的那個另一半真的很像小嬌妻。我們兩個在一塊兒的時候的那種感覺，就是好像我一直在挑逗他，一直在逗他玩的感覺。然後包括我的這個感情線，其實也是夢姐沈西河的這個角色幫助我去找到他的。然後就陰差陽錯之後，就有了我跟那個崔靜白，对，崔靜白，我老想着他自己忘了呀。沒事，中間也隔了好久了，都隔了快1年了。對，我剛想着董子凡自己的名字了，崔石頭。對，所以其實有自己的情感線，然後也是不是有跟那個沈西河的這樣閨蜜情，對不對？對，我覺得是有閨蜜情的。我們拍的時候也覺得很有意思，就是我這個角色其實是被沈西河就是狠狠拿捏住的那種。就是但是他其實沒有這個腦子反應過來的。我覺得他們倆之間就是能成為閨蜜情，首先我覺得是布書林本身也不是屬於那種城府很深的人吧，然後呢，兩個人都是想憑着自己的能力去打破就是當下那個時代對女性的一種桎梏，然後兩個人就很自然的可能就成了閨蜜。其實這個我覺得沈西河不吃不所有人沈西河會 push 所有人，誇我，其實確實啊，我們這個閨蜜情在我們前幾集馬上就為大家解鎖了。同樣的解鎖，其實我們覺得前面今天要更新的部分，其實小賴這個角色就是我們的九皇子這個角色，我感覺跟沈西河的這個糾葛，這個愛恨糾葛，這個劇情還是蠻吸引人的。我們賴偉明老師介紹一下這次的角色好不好？我在戲中飾演的角色叫做蕭長營，然後小九啊、烈王、九皇子都可以。其實我覺得蕭長營跟沈西河他倆的關係，其實是就是大家這麼幾段感情裡面是最直截了當、最直白的一個關係了。就是小九一開始覺得這個女的很不一樣，很神奇，一開始是覺得她很不一樣，然後想要去看一下她有多麼的不一樣，然後直到後面被她的一些品質深深吸引了，就我不知道能不能說孤獨語，我就只說孤獨園吧，只說這個，然後被她別的品質給深深吸引了之後，就真的徹底愛上她了之後，然後就瘋狂的追求她，從始至終也就一直追求她，但是就雖然說最後沒有被選擇嘛，但我覺得就是他倆的關係其實也是一個就是我覺得是最直接的一個角色了，是關係了。你沒有被選擇是因為那是你哥，那能行嗎？那不一樣啊！我都勸我哥放手了，我都勸我哥放手了。只能說小九認清現實，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然後完了就會成他人之美，希望你可以自己事業往上走啊。對。好，我總結一下，剛剛我們說的可能就比較前4集到6集的內容啊，其實我們劇情如何發展還未可知，畢竟我們大家可能也沒有看完這個片子啊，所以我們一起跟着我們這個更新的節奏，一起慢慢深入到我們這個百花殺的劇情中，看看大家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那其實說到故事，其實我們劇中很精彩，劇外也很精彩。我們前兩天還有這個曾舜晞老師是不是帶着巧克力有為我們這部劇打 call， 對不對？還上了熱搜。是的。所以是為什麼這個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夢姐給我們解釋一下好嗎？那天就是很好笑，就是我們倆就在隔壁拍戲，然後我們離得很近，然後他們告訴我說那是他的劇組，然後我就給他發信息，我說我在你隔壁，然後他就說我來找你，他又來找我，然後我們就在那聊天，然後聊着聊着，後來我就要去拍了，然後他就把巧克力給帶走了，然後但是。對，因為就是在那天，就是因為我們給巧克力已經穿上了我巨宣服裝，我的戰服，你知道嗎？然後呢就被他們拍到了，他抱着巧克力，穿着戰服。我記得芭莎的時候有很多朋友過來偷巧克力，然后巧克力经常外出了，有那个外務要忙一下。对，老忙了，成天出外務，我們巧克力應酬。來錢，成天來錢。
对，巧克力確實可愛啊！我們去年夢姐咱們合作的時候，也是巧克力的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超級愛她。而且可能後面的朋友沒有看到啊，我們其實剛剛我們開始的時候，巧克力和黑皮都出現過，他們現在還在嗎？還在，在，是不是給他們也打造了他們的這個打 call 服啊？我剛剛有看到一個西之狼的打 call服，是黑皮的嗎？對，本來那個護華使者，本來那个西之狼是給巧克力的，然後這個那個護華使者是給黑皮的，結果巧克力穿太大了，然後我們就換了一下。所以後面黑的已經不行了，已經。沒事，這樣非常貴，就是質感很好。哎，所以我覺得何宇是不是也可以安排這個繼這個巧克力打 call 之後，黑皮是不是也可以這個一起來打 call 我們大華莎？這不西之狼都已經穿到後背了，還有三葉草。今天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物料哦。行。而且其實除了我們曾淑娟老師，何宇前2天也是探班了夢姐，對不對？請大家喝了奶茶。對，我身為校花傭，我最擅長的就是茶藝。這個天氣又炎熱，該讓夢姐喝點那個我親自點的茶是應該的啊。所以好多網友說這個太子哦，綠茶太子真的又爭又搶，有什麼要回應這些網友們的嗎？這個欣賞和尊敬的人就應該去又爭又搶。同樣為我們打 call 的，其實我們劇外還有打 call 的人，周深老師也獻上我們的紅塵慌慌，對不對？哎，有看到這個 MV 嗎？看了呀。我們其他幾位有看嗎？我們好多網友說，在裡面真的品出了這個悠悠鹿鳴的超強 CP 感。能不能劇透一下這個2個人的這個情感變化？就在我們的前半部分，好不好？劇中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也不想理他，對，因為我覺得沈西和志不在此，就是他呢，其實我們這個我覺得不一樣的是，我們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要去復仇或怎麼樣，沈西和其實沒有去做什麼復仇的事情。因為他沒有特定的目標，就是說我一定要找誰復仇，他沒有，但是他就想要權力，他就是要做到權力之巔，這樣他覺得他可以保護自己的家人，然後其他的事情他其實是沒有在想的。然後呢，包括就是遇到這個何宇飾演的太子，他也是一開始就覺得這人怎麼就是這麼粘人呀，那不喜歡粘人的。然後後來的時候，但是然後他就是又做了很多事情，然後也有確實能幫助到我，然後而且還早死。我一聽，哎呀，你死得早，太好了，性價比之王。對，性價比之王。然後呢，就是我就想說，那給你當個盟友聯合一下吧，因為同意跟他當盟友了，這不就老見面了嗎？老見面，然後慢慢的這個就開始又做了一些事兒，咱一整個就進入了那種曖昧期，然後偉大的曖昧期，讓我學課吧，回頭看，太快，太厲害了。然後等我們進入曖昧期以後吧，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那會兒我也還是不怎麼給他好臉子，但是就是我心裡面是覺得哦還可以。然後後來就發現個事兒，我就發現這人兒還行，不行。我發現不能相信男人的嘴，就是他對我有隱瞞，就是我是那種就是你不要騙人哦，你騙人會被發現哦。然後他就發現他騙我，然後我就想說不行，然後我就跟他說就別聯繫了。然後他也就是受不了，然後在那哭。然後我說你哭也沒有。然後我說別給我搞這個。然後我們給對方一個反駁的機會好不好？我們讓何宇分析一下我們前期階段的話兩人的關係、情感的發展。還是沒有這麼現代，但我內心是這樣想的。所以當時的時候我就跟他提說別聯繫了，然後他就不同意。然後我就說你不同意也沒用啊，天下兒郎任我選呀。而且我全程就是都非常冷漠，我也沒有流淚，然後我就是一整個就是厭煩，然後就趕緊走了，因為那會兒還沒有就是愛上他呢。然後就是又經歷了一些事兒，然後一整個就是淪陷了，然後沈西和就變得好，就整個人就不一樣了。好，我們聽聽何宇對夢姐的這番分析，你覺得合理嗎？你覺得是這樣的嗎？我覺得沈西和想要權力，然後不僅我覺得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我覺得肖華庸非常欣賞沈西和的一點是，
沈羲和也非常的注重这个国家有才之人来胜任权重的位置。我觉得他是为了他的理念跟萧华庸非常好，希望天下百姓好，希望我们的国强，然后民富，这是萧华庸对于沈羲和很欣賞的一點。然後從一開始的欣賞到一開始的好奇，覺得這個傳聞中的昭寧郡主怎麼跟想象中不太一樣？從一開始的好奇，再到慢慢的欣賞，再到最後欣賞到極致了，變成了自己的真心，然後愛上了沈羲和。但是沈羲和，你看剛才像說了又不理我，那我沒辦法，我蕭華庸只能以身入局，我先把人家娶到手，最後用真心換真心，總有一天會打動沈羲和的。哪有？我跟你結婚的時候已經很喜歡你了。那陣是結盟，還有是偉大的曖昧期那種。你拍哪個戲去了又？國內結婚是兩個人真的在直播間演起了小品。忘了。是嗎？行吧，莫姐，劇情忘記也沒關係，跟着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一起追劇，再回憶回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啊！但剛剛莫姐也說了哈，其實好像我們這個郡主本人好像除了事業之外，在情感上沒有那麼又爭又搶。但是我們現場直播間三位皇子，當然我們可能還有啊，但我們現場的三位皇子其實對着郡主是又爭又搶的，對不對？那我們現場直播間，不然這樣，因為我們這個劇馬上開播之後也是以擇序開始的，我們請三位皇子現場直播間來一個競爭遊戲，好不好？然後呢，我們請帥琪加入我們的那個閨蜜團，給我們的郡主出謀劃策，看看這三個皇子表現如何，進行一個從夯到拉的打分如何？三位皇子今天公平競爭在我們直播間啊！來，我們三位準備好了嗎？我們就一些小問題啊，然後我們讓那個郡主來選一選。來，請我們三位皇子啊，5皇子、7皇子、9皇子，分別用3個標籤概括自己，標籤2到4個字都可以啊。我們來3個標籤介紹自己，然後我們請我們的郡主還有我們的這個世子進行一個打分。來，我們先讓這個七郎開始啊，7皇子3個標籤。首先我們競爭一下這個夫婿人選。夫是太子啊，這是第一個標籤。2短命。3羲和對我來說比權勢更重要。好，這是我們的競爭宣言3個詞。來，我們請五哥3個詞來介紹一下推薦，讓我們的郡主選擇你的話，用哪3個詞？我嗎？五哥。在朝堂有威嚴，然後在朝堂有勢力。對，然後想想啊，深得皇帝的寵愛。好，跟皇帝關係好，這是我們的夫婿的競爭宣言3個標籤。好，說完了，到我們的小九了，來，我先說我的第一點啊，我的第一點即是我哥擁有的所有，你都沒有，不是他有我就有啊，這不是就是可以直接用嘛，是吧？我有我哥，我有我媽，我有我爸，有老婆你咋沒有嘞？太年輕了。然後我有我哥，我有媽，我有爸，然後完了我還坦蕩真誠，然後我在軍中威望又高，我又能打，是不是？好，標籤說完了，我們在我們的郡主那個打分之前，我們的閨蜜團來，我們世子聽完3個皇子的這個推薦，我給我們的郡主來一些建議，好不好？讓我們郡主進行一個打分。好，有什麼建議嗎？世子，我的家庭背景很好。你們3個家庭背景不是一樣的嗎？沒有，西哥應該是蕭華清，應該是就是最有那個就最能拿得住的那個人，最能有這個，對，他就是權重最高。那我給你打個8分好了。我那個打擾一下，什麼權重？說你有錢。我覺得他在那個朝廷中的威望應該還比較高吧。是西哥對，西哥，我說西哥。西哥。那是應該是最高的，這個我覺得主要還是得看我們羲和妹妹喜歡哪個，選哪個就好了。選她喜歡。好，羲和給我們這一輪啊，第一輪先給皇子們從浩大拉簡單的排一下。
紅豆拉。如果站在沈西河的角度的话，我真的想老公早点死，所以给他。OK， 太子是夯。首先很开心，然后又有点担心。来，我们的五皇子从夯到拉给到什么？五皇子，我觉得我也没有啊，只有夯和拉，没有 NPC。可以口述没关系，可以。折中就是 NPC。这个轮先给你拉，等下一轮我给你夯，好不好？饼先放在这里。来，小九呢？为什么会给这个西格拉？是因为他呢，就是他爱人的方式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沈西河喜欢的方式。对，他老是觉得就是等到他位高权重，他就可以给我想要的，给我好的生活。但其实不是的，我想要的是我位高权重。然后张华庸，我觉得还有一点做的特别好，是让沈西河的顧慮消失。对吧？然後你想位高權重，那我就幫你位高權重。是的，是的，對。然後到那個小九，列王殿下的評分是什麼？都不能給你夯和拉了。錯是給我什麼？過。你知道嗎？你就錯哀一生，你在這塊兒。好，沒關係，我們其他兩位不要傷心，我們只是第一輪。那個時候是你嫂子，我當沈西河的時候也是你嫂子，咱倆的感情就是嫂子命，你知道吧？那誰知道呢？我不知道呀，我想我嫂子會不救我嗎？什麼？我就想我嫂子會不救我嗎？這麼囂張？那說明呢？說明你嫂子。你對我哥怎麼樣我不管，但是我是那不救我，不救你，畢竟也有親戚關係吧？不是不救你，肯定是怕你和你哥眼神一樣，相中我咋整？給你從搖籃就想給你扼殺，沒扼殺。那最後也沒轍啊。好，我們先拋開這個嫂子的身份啊，因為畢竟前6集的時候，我們個人還是比較公平競爭的一個階段啊，所以我們保持要這樣的一個心態來評選一下三位皇子啊。好，我們第二關啊，剛剛第一關啊，第二關，因為沈西河是一個製香的高手啊，可能剛剛我沒有介紹，但是可能大家看片段知道啊，是一個很了解香味的香料的這樣的一個角色。所以我們請三位皇子用一種香味形容一下自己的角色啊，形容一下自己，我們看看三位會如何形容，然後我們再請閨蜜團給建議，最後請我們的郡主來選啊。來，我們先請太子香味形容一下自己。我選多切羅香。哇哦！然後它代表了第一個是出浴，就是那個西河先聞出了多切羅香。對吧？然後還代表了太子的身份，然後還是我主打的宣傳點，太子短命，所以多切羅香也起到了一個那個溫補，類似那種情況吧啊。是一個比較那個康養類的這個香味，就非常非常昂貴的一種滋補藥材，味道看出來了。好，這是我們太子的香味的介紹，我們請五皇子好不好？來，鄭希老師。我覺得消檀青很適合的一個香氣是古制沉香水。什麼？古制沉香水。古制沉香水。對，古制沉香水。怎麼解釋一下呢？我們其實不太了解。面上清略寡淡，但內心情深纏綿。就是一縷香禪，一生執念。就是很適合蕭長青的氣質和他的身份。有一個有深度的香味的感覺。有深度的感覺。一生長情。好，這是我們五皇子的香味，我們聽聽九皇子的。啊，不樹林沒有香嗎？不香嗎？如果用香味來形容的話，那我吧，我覺得，黑胡椒吧。我沒有什麼，就衝一點嘛，然後有點金屬質感的，但其實又很好吃。
又冲又好吃。好，这是我们三位皇子的这个用相来形容自己。我們聽一下我們的閨蜜團，我們的世子范遠山老師給一下建議吧。我覺得黑胡椒的這個形容還是挺有意思的，因為他確實就是黑胡椒也有點嗆，他這個性格感覺也嗆的，然後確實也挺吃的黑胡椒，但是又回味無窮。回味無窮。好，來我們的郡主，我們沈西河來給他們打個分。你這個河語先給個拉完，不是因為大家這個就真的去看劇吧，就是這個雖然是我們倆初遇的味道，但是我們倆因為這件事情吵架，不太開心，對。但是從劇裡面看，這些身份也是為了咱以後給孩子布局用的，對。但是就是當下還是讓我覺得就是那對是不太好，確實也後悔了，當時老後悔了，抹眼淚呢，抹眼淚了，小金豆，西哥走了呢，西哥走了，西哥在調着機位。哎呀，西哥三角洲了，沒聲音，剛才西哥出新了嗎？西哥有些困難。給西哥就打給個夯，現在聽到了嗎？聽到了。夯 OK， 給西哥給到夯，為什麼？因為其實，在我作為顧青之的時候呢，我沒有覺得就是我的夫君很愛我，因為他滅我滿門哎，他愛我，他滅我滿門，你覺得這合理嗎？我肯定就是這個確實懂啊。但是他其實有去就是跟人家就是各種去就是跟皇帝去求我，在雨中各種求，就是說想要保下我，但是就這些東西我沒有看到，所以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在作為顧青之，他確實把他所有的深情都給到了我。對，然後呢，我才知道，哦，原來這個男人這麼愛我，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如果以後就是包括對身邊的愛人啊，或者朋友或者家人，就是有愛你要大聲的去說出來，因為你不說，人家也不明白看不懂。好，不僅給了這個夯，還進行了一番點評。那給到小九是什麼夯還是拉還是什麼呢？為什麼？是因為閨蜜給了好評嗎？一方面啦，還有一方面就是我覺得他確實是像黑胡椒一樣，因為一開始沈西河和他相遇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人很嗆，然後就覺得這個人礙事兒，就是也粘人，他們老蕭家都粘人，你知道吧？所以然後呢也是覺得就是粘人，後來慢慢和他接觸中，就是因為他其實我們兩個有一個固定的地方，經常我們倆在那約會。我們倆約會，你知道嗎？但我們約會是做好事兒，我們就老在那塊一起做好事兒。然後呢，對，然後呢，當時的時候就是有覺得這個男生就是挺不一樣的，就是和他表面上那種是不一樣的，見到了他一些溫柔的一面，然後當時就覺得他反正選他也行。小九是一個非常簡單純粹的人，對，最簡單，最沒有想法的人。對，不是沒有想法，沒有可能小心思差了點。然後就好像沒有重，因為就是五哥跟他就是一個媽媽生的嘛，就他們倆是更親的關係，你知道嗎？然後當時的時候，五哥就覺得小九可能喜歡我，然後就想幫他娶我來着。後來那個五哥不就發現我就是不太一樣了嗎？然後就不讓他娶了，然後他倆就幹仗，賊好玩這段。最好玩的點在於親兄弟為了那個郡主這個互相競爭，就是有點狗血。我會覺得他發癲了。對，就是確實有點狗血，但是我覺得是好看的。整個直播把整部劇的劇情都說出來了。沒事，因為還有12分鐘，我們的騰訊視頻就要上線了。對，其實前面說的內容基本上前4集、前5集大概都描述了。可以講的吧？可以，這前4到6集都可以分享，沒問題，完全沒問題啊。那個偉明可以往靠近鏡頭一點嗎？你現在離我們超級遠。其實我覺得，因為跟你講，就我們前4集，我們這個小九的劇情還是很多的，而且剛夢姐提到有跟那個太子的這個太近了，剛才對浴室的。其實我們前幾集，我們小九也有這個戰損妝嘛，算是對不對？夢姐有戰損妝的那個醫治他的傷口那個劇情，很值得期待。也露身材了，偉明。Stop。好。
那其實我們再為大家進一步解鎖啊，我們下面就玩一個遊戲啊，因為其實我們這部劇和剛剛大家講的感情線，其實還是有一些，比如朝堂上的這種勢力的前流暗湧，對不對？我們的皇子之間其實也是又爭又搶的，還有朝堂的勢力的又爭又搶。所以呢，我們來一個百花扯謊局，需要大家啊每人說2句話，一真一假，我們來猜一猜誰真誰說的哪句話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好不好？就我們的角色或者是我們劇外也行，一真一假。我們從梦姐開始好不好？然後我們直播的朋友們也可以互動一下，你覺得他說的第一句是真還是第二句是真 ？OK， 來梦姐分享一下這個劇中或者是劇外的都可以，一真一假。我在拍《百花殺》的時候，每天晚上回家都要跟巧克力吐露心事。好，这是第一個故事，我們聽一下第二個故事來判斷。第二個故事啊，我在拍《百花殺》的時候，曾經有一天喝了5瓶冰水。哦，好，你們覺得哪個是真，哪個是假？一是假還是2是假？把假的數字打在我們的評論區啊，1假還是2假？我可以打嗎？可以直接說。來，我們4位比一下，你們覺得哪個是假的？比1或者2？來，3、2、1。哪個是假的？哪個是假的？對，假的比2啊，假的比1或2。来，什麼意思？假的比1還是假的比2？就是我覺得1假2，你覺得哪個是假的就比1或者是2？对。來，我們何宇比的是幾？2v2平了。来，夢姐揭曉一下哪件事是假的？肯定是第2個是假的。我什麼時候一天能喝5瓶水啊？還是冰水？對呀，我拍百花的是超級養生的。好，那我們夢姐的故事說完之後，我們請再講一個好不好？一真一假的故事，我們快點解鎖了。对。我在拍百花殺的時候，每天在片場碰到巧克力，他都把那個昨晚上聽了一晚上咕嚕話給我說一遍。開播了。老喝錄心聲嗎？擱哪學的詞兒啊？咕嚕話，這都是說嗎？好，第2件事是什麼？第2件事，我在拍攝露身材的戲的時候在吃燒烤。是個人的時候啊。好，來，哪件事是假？1還是2？怎麼叫我吃啊？3、2、1。哎，有分歧哦，又2v2平了。好，來我們小何公布一下正確答案。哪件事是假的？我力怎麼可能胳膊肘往外呢？把人家的秘密跟我說呢？肯定是第1個是假的呀。對，我們巧克力不是那種人。巧克力見我就巧克力跟你說，你剛剛說的是？你以為是誰？我以為夢姐。哎，好，我們看到朋友圈，大家說我們已經開播了，恭喜我們開播了，已經發現了，恭喜！哎，那這樣吧，因為我們是这個是有錄屏的啊，就是我們可以回放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追劇了，然後可以在看完追劇之後再過來看我們今天的回放是沒有問題，好不好？大家快去追劇起來。那我們現在就是一起這樣許願3秒鐘，希望百花殺播得好。來，那大家繼續。大爆播得好，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劇是最重要的，喜歡我們的劇先去追劇，待會兒回放就好了啊。有人进來看這麼詭異的一幕，說我們到底在幹嘛？線上許願。好，那剛剛一個小遊戲完，我們解鎖了更多這個跟這個劇情和劇外相關的故事啊。下面我來到了一個這個快問快答的環節，然後呢，我會念出幾個問題啊，我們需要從3個皇子依次來回答。回答完之後呢，我們夢姐也是進行一個打分啊，進行一個圈叉或者是進行一個回應。旁邊也準備了一些我們的 KT 板，對不对？也可以進行一個回應。來，我們3位皇子請聽題，閨蜜也可以給一些參考啊。來，3位皇子快問快答，簡單的啊，幾個字就好了啊。當你知道沈西河可能會遭遇危險，而你這時又沒有辦法立刻趕到他的身邊，你會怎麼做？
來，太子，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天元也在旁边。哇哦，来，五哥，五皇子，打电话给蜘蛛侠，求他帮忙。来，九皇子，我觉得，我是不是很卡？我会叫我哥哎。九皇子说：“我就是蜘蛛侠。”我会叫我哥，我会叫我哥替我去一下子。听到了，我们听到了。九皇子说要哥去帮忙。没有啊，因为我确實趕不到了嘛。你趕不到，你就在那跟我一起，就是咱倆一起這樣。一起死。不是你遇事兒了，我趕不到現場，你懂嗎？我是趕不到現場，我離你有2000公里呢。對，我會讓你幫我去。皇子已經回答完畢了。我們夢姐有自己的態度要表達嗎？我覺得反正只要有人來救我就好了，因為我想活着。哎，我們是不是有準備那個金句牌？有沒有？可以拿一個來回應一下。可以挑一個，覺得哪個可以是回答他們和回答這個問題。哎，小夢姐團隊很用心哦，我們專門設計了這樣的一個我們郡主的態度的黑底板。最真的心是沈西河的野心，很有事業心。好，下一個快問快答啊！你認為沈西河最害怕失去的東西是什麼？來，我們太子。我們認為嗎？你認為沈西河最害怕失去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他最害怕失去的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導權。好，快問快答。來，五皇子，快問快答。你覺得是什麼？沈西河最害怕失去真心的啊，西楚霸王。害怕失去西楚霸王。他爸，他父親哦。是王中 OK 啊，王爺啊，魏國公。好，來，我們小九。那我跟那個西哥的答案是一樣的，我覺得害怕失去他的家人，對，就他自己本人本來的家人。夢姐會覺得哪個答案更貼合西河一點？其實我覺得都是貼合的，因為我覺得就是沈西河其實後面就是隨着就是和他們每個人的接觸當中，其實他都挺怕失去的啊。然後他雖然就是一直在失去，但是我覺得他是到後面的時候，他其實已經就是這些人其實已經改變了他的這個，也不是改變，就是融化了他這個冰山的時候，他其實真的就覺得很無力，就是說為什麼做了這麼多事情還要失去這麼多人，包括就是我和這個帥氣的我們倆這條姐妹信，其實後面我也是就是要送他走啊什麼的，就是都挺難過的。然後最後其實就是感覺偌大的宮殿裡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好。就是所以我就覺得在權力的高處總是孤獨的是對的。高潮。這個問題有表達自己的態度的那個金句牌要拿出來嗎？這沒啥能表達的，因為他都在剛剛的話中了。好，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有一件必須和沈西河一起完成的事是什麼？快問快答，不做任何解釋，是什麼事情想跟沈西河一起完成？來，太子。共度餘生。來，五皇子。和他一起看煙花。哎，來，九皇子。煙花的那個。這很好笑。說實話都行吧，我覺得散步也可以，然後散步也可以。九皇子的答案。來，我們請的是給我們的西河郡主一個建議，他們三位回答完之後，共度餘生。來，我們的西河郡主，你覺得哪個更符合你的想法？散步啊。散步。我覺得我跟你說實話，就是如果是和自己的就是喜歡的人在一起的話，我覺得他們說的這三個都是很浪漫的事情。
都是浪漫事情，所以呢，其实我们三个皇子都有机会啊。那我们究竟要发生什么故事呢？就请马上啊，待会儿直播结束之後，在我們的劇中去尋找答案。最後呢，我們結束之前，我們請5位在一句話向所有朋友們推薦我們這部百花殺，讓大家一起來騰訊視頻站內追劇，好不好？來，一人一句話，夢姐。百花殺真的非常的好看，然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多多支持。然後我覺得就是。它是個很輕鬆，然後就是很爽的一個劇，然後呢，就是大家追着也會覺得就是很輕鬆，然後身心愉悅，然後呢，真的希望大家好好觀看，謝謝。謝謝大家的支持。來，何宇。希望大家可以觀看和喜歡百花殺，因為百花殺就像夢姐以前說了，是一個在愛裡長大的一部劇，我們每個人就關係都非常非常好，然後大家非常的融洽。然後在一個如此有愛的環境下產生的一部劇，希望能給大家帶來溫暖，還有舒服，還有能讓你能開心愉悅的去喜歡百花殺。希望大家都來支持百花殺，謝謝。都來支持，哎，謝謝。來，該說都說了，我發現該說都說了，就是希望大家能每天抽出1個半小時時間來支持百花殺，來支持我們所有的演員。好，謝謝珍惜哥，來天琪老師。一定要來看我們的百花殺，看了百花殺你一定會發。哇，押韻啊！來，偉明。哇，我作為最後一個的話，我就只能說，希望大家多去真的去支持一下百花殺了。我沒什麼可說的了，真的百花殺很好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定要去看，謝謝大家。謝謝，也謝謝5位來到我們騰訊視頻站內直播，為大家我們宣傳這部正在熱播啊，已經開播的百花殺。我們也期待大家看完之後多向身邊的朋友們推薦一下我們這部劇啊，歡迎大家一起來騰訊視頻站內追劇，幫我們多發大陸。多發評論，然後呢，幫我們衝站內熱度值。最後，我們一起比心給大家，然後結束直播，好不好？我們劇中見。來，帶上我們的巧克力也可以啊，都可以。來一起，來，我們劇中見，拜拜。